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林更新恋情在先热议 ，CP 粉心碎赵丽颖三搭成遗憾。赵丽颖与林更新再度携手主演的古装剧《与凤行》在当前的剧集热潮中独树一帜，无疑给观众带来了无数惊喜。两人在剧中的精彩表现，以及他们在感情戏中展现出的完美默契，都让观众陶醉其中。尤其是剧情发展到后期，甜蜜度直线上升，让无数粉丝沉浸在他们的浪漫氛围中无法自拔。然而，林更新与史瑞一再度被捕捉到共同出游的画面，使得他的恋情再次成为了网友热议的焦点。尽管林更新与史瑞一的恋爱传闻早已不是新闻，但在《与凤行》刚刚落幕，观众们还沉浸在他和赵丽颖的荧幕情侣魅力中，甚至期盼着他们能假戏真做的时刻。这一消息的曝光无疑击碎了无数 CP 粉丝的美好幻想。实际上，林更新与赵丽颖在私下里早已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但这份情谊始终停留在朋友的界限内。暂且不论林更新过去的女友们与赵丽颖截然不同，即便他们在《楚乔传》中的首次合作已经历了漫长时光，若真有什么，或许早已开花结果。而《与凤行》播出期间的频繁互动，无非是为了增加剧集的热度和讨论度罢了，人们也不必过度猜测。随着《与凤行》会员版圆满落幕，林更新的恋情却意外曝光，这无疑给他和赵丽颖在剧中塑造的 CP 形象带来了影响。毕竟，当观众失去了对两人恋情成真的期待后，他们在剧中的甜蜜互动也似乎失去了原有的魅力。相较于林更新恋情的曝光对他和赵丽颖 CP 感的冲击，两人未来可能不再合作的消息更令人感到惋惜。从两人目前的表态来看，特别是林更新在接受采访时的回应，无疑让众多期盼他们再次携手出演古装剧或合作其他类型作品的粉丝们感到失望和伤心。在和林更新的对话中，他坦诚表示，如果有合适的计划，我可能会考虑再次合作，但不会勉强。但这个时间或许要等到我45岁的时候了。与此同时，之前两人不再合作古装剧的消息也进一步暗示了林更新与赵丽颖再次携手的可能性已经变得相当小。毕竟，到了45岁，他们即使合作，也很可能只能扮演长辈角色，再演主角 CP 的机会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了。尽管这听起来令人感到惋惜，但这却是无法回避的现实。毕竟，无论是林更新还是赵丽颖，他们都正处于一个急需转型的年纪。当他们开始涉足更有深度的题材，如家庭、年代等，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将会有巨大的变化。这意味着，像《楚乔传》和《与凤行》中那样甜蜜到让人陶醉的 CP 组合，恐怕很难再重现了。若三搭真的无望，那么《楚乔传2》的开拍也将陷入困境。毕竟，失去林更新和赵丽颖这两位主演，整部剧就仿佛失去了灵魂和吸引力。即便窦骁、李沁等演员能够回归，也难以弥补这一损失，恐怕难以在市场上取得优异的。王一博演技大爆发，追风者火爆背后的秘密揭晓。在您阅读此文之前，麻烦您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真没想到，最近热播的央视黑马剧《追风者》虽已完结，但热度仍旧不减，收视率一路暴涨到 2.5， 不仅成为全网首部谍战破万剧，还要陆续登陆各大卫视进行重播，排面简直拉满。更没想到的是，《追风者》这部大剧竟让王一博这位初出江湖的白面小生一剧成名，火爆全网，甚至都登上了报纸的头版，被 CCTV 电视剧官博点名夸赞。这就让观众不禁疑问，凭什么是王一博？为什么一个流量明星会火？难道真就是观众所说的流量至上和资本无敌的缘故吗？仔细剖析了王一博最近几年的演艺生涯，他不是梳着个大油头，就是在油光满面的路上。演技有点东西，
但没有那么炸裂，倒是能频频跻身在梁朝伟、周迅、王阳、王学银等一众大佬实力派周围当主演，显示出了他的真正实力。你说这不是资本在背后的推动，而是王一博哥哥自身的努力拼搏的结果，谁信呀？首先声明一点，这不是尬黑和无能狂怒，而是事实为证，有迹可循。且听小编娓娓道来。大腕陪练陪跑也能当主角。要说到王一博的演技，就不得不提他在2023年电影《无名》中的表现了。当时没什么代表作的王一博，初出茅庐就和梁朝伟、周迅、黄磊、江疏影、大鹏这样的一线大腕对戏，并担任电影的男一号。《无名》这部电影在电影质感和选角上不亚于任何一部国际大片，但由于导演夹杂的私货太多，没有考虑到观众的感受，导致上线后观众纷纷吐槽看不懂，口碑持续扑街。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王一博在这部电影中的演技可圈可点，简直就是在为追风者的表现打基础。因为王一博在《无名》中的很多镜头都和追风者中的镜头极其的相似，像是在电影中和梁朝伟在楼里打架的这一段，从楼上打到楼下，血肉模糊、奄奄一息的感觉，和追风者中为若来拼命保护央行财产的那段如出一辙。而且在电影中，王一博饰演的叶先生，作为我党安插在汉奸特务集团的间谍，梳着发胶背头、西装革履的形象，和央行工作的魏若来有着同样的妆造，甚至表情神态上，两部戏都保持着高度一致。还有就是在演技上，《无名》结尾中王一博在卡车上那段挑衅梁朝伟的镜头，这冷酷无情、阴险狡诈的神情动作，放眼整个内娱圈，你都找不一个比他演得更好的人来。影片中王一博那耍酷、冷漠、自信、嚣张、插科打诨、邪魅狂狷的坏蛋的形象，竟然意外的很契合。当时看电影的时候，甚至还很意外，觉得王一博真的很适合演这种坏蛋形象。但是到了追风者中，王一博的角色类型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温文尔雅的高情商高材生生，进央行卧底，最后投身革命，全程正义感爆棚，和无名中那个坏人的形象形成了反差，而唯一不变的还是那张死鱼脸表情。没有说王一博的演技不好的因素，只是觉得既然王一博在无名坏人形象那么炸裂，继续接手一些反派坏人的角色，岂不更能拓宽戏路，狂刷路人好感？但是偏偏要在追风者中上位一番，其中的内幕也是不言而喻。但是话又说回来，王一博在剧中那场饱受折磨的受刑戏，演技还是非常到位的。整部追风者看下来，不管是哭戏、情戏、吃戏，王一博都拿捏得很准。王一博可以说是在无名里大练演技，然后全部用在追风者的拍摄上。也正是这波陪跑大腕的打怪升级，才造就了在追风者中的魏若